老公带小三和私生子搬进家里，我不同意，提出离婚。姚广强直接将我从6楼推下，导致我瘫痪在床，屈辱致死。再一睁眼，我回到他们搬进家里那天。这一次，我选择盛情款待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真情人间。你挡在这干嘛？我恍惚回过神来，发现自己正站在家门口，眼前拎着大包小包的男人和脚上传来的触感告诉我重生了。上一世，老公姚广强要接自己的情人和孩子搬进家里，我拒绝了，并提出离婚。当天晚上，记恨我的姚广强将我从6楼推下，我脊柱受损，瘫痪在床。姚广强为了残疾人补助和护理补贴，每日只给我1碗稀粥，让我苟延残命。小三陈月鸠占鹊巢，扔了我所有的东西，包括我的全家福。我不堪受辱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摔下床，死在屋里。父母得知我的死讯，悲痛不已。姚广强为了骗到他们的房子，假意办葬礼，却在葬礼上将他们2人活活打死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聋吗？低沉的声音中夹杂着不悦。我这才从回忆中回过神来。姚广强一把推开我，骂骂咧咧地走进家门，耳朵跟摆设一样，没用的东西。他将行李放下，转头看向我，月月和光宗要搬进来，你收拾东西去客房住。和上一世一样，还是那副不容置疑的语气，可我却不一样了。我狠狠掐了自己一下，让自己保持冷静，问道：月月和光宗，他们是谁？闻声赶来的婆婆一脸自豪：光宗是我儿子给我的大孙子，你识趣点，赶紧收拾东西去客房。结婚几年，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，真是废物。婆婆嫌弃地瞥了一眼我的肚子，就是，还是月月争气，不到1年就给我生了个儿子。姚广强附和道。我冷眼看着他们母子俩一唱一和。婆婆见我愣在原地，不满地开口：你还愣在那儿干什么？不愿意吗？不愿意也不是你说了算的，赶紧给我搬，耽误了我孙子回家，有你好看。我笑道：哪有什么不乐意的，那可是您的亲孙子啊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我这就去搬。我一反常态。婆婆和姚广强有些不知所措。以前的我虽然委曲求全，但绝对不会允许姚广强背叛我的。可是有些事情总得让他们搬进来再慢慢解决。你真的同意了？婆婆问。我点头，当然了，这可是大喜事，要不我们办个宴席？姚广强把杯子摔在地上，指着我破口大骂：你个小贱人，存心害死我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想让家里人都知道你生不出孩子？骂完后，他拽着婆婆进了书房。明明是他做了丑事，怕丢人，现在反而怪上我了。上一世我瘫痪之后，姚广强的小姨不请自来，一进屋就看见了衣衫不整的陈月和姚广强。她和婆婆向来不对付，发现姚广强出轨后，把事情添油加醋地发进了家族群。姚广强彻底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，他把气全撒在了瘫痪在床的我的身上。我冷眼看着书房的方向，心中暗想：等着吧，好戏才开始。我回到卧室收拾东西，目光落在床头柜的全家福上，那是我和父母唯一的一张全家福。上一世，他被陈月随意扔进了垃圾桶里。父母一直认为姚广强性格暴躁，不是一个好归宿，屡次劝我多加考虑。可当时我鬼迷心窍的偏要嫁给他，和父母吵个不停，甚至结婚前父母过来找我的时候，把他们关在门外，扬言要和他们断绝关系。最后婚礼都没让父母出席。结婚后，
姚广强明里暗里的说他不喜欢我父母。当时我为了讨好他，直接断了和父母的联系。尽管这样，父母依旧每月给我的卡里打1万块钱，生怕我吃苦。想到这儿，我从床头柜翻出那张卡，收起来，起身去了父母家。父母见到我，眼含热泪，拽着我进了屋。姚广强欺负你了？爸爸问。我摇头，看向爸爸斑白的两鬓，忍不住湿了眼眶。爸爸什么时候这么老了？我把卡拿出来，递给爸爸。爸，卡先放你们这儿，你们别往里打钱了。爸爸手足无措，语气中都带着慌乱。我和你妈妈就是怕你吃苦，没其他意思。我打断爸爸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爸妈，我有事要跟你们说。我将姚广强要把情人和私生子的事情告诉爸妈后，爸妈气得直接要去上门讨个说法。我想起他们上一世的结局，赶紧拦住他们。你们放心，我能解决好，解决完我就和他离婚，回家尽孝。爸妈放下心来，但还是嘱咐了几句。眼瞅着天黑，姚广强来了电话。你去哪儿了？还不回来做饭？我儿子都要到家了，你是想饿死他吗？电话刚一接通，姚广强怒吼的声音就传来了。我抬头看了一眼表，哎呀，我忘了时间，我这就赶回去。姚广强在电话一头骂个不停。我默不作声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？月月一个人照顾孩子辛苦，你买点有营养的东西。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。父母对视一眼，姚广强真不是个东西，不要脸。我笑道，气大伤身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一进门，姚广强就给我摆个脸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你是想饿死我吗？我唯唯诺诺地摇头，小声道歉，对不起，我这就去做饭。我拎着买来的蔬菜水果进了厨房。5分钟后，门铃响起，婆婆抱着她心心念念的大孙子走了进来。陈月拎着大包小包在后面跟着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儿子，你可算到家了。姚广强抱起儿子，爱不释手，眼里流露出浓厚的爱意。你也不抱抱我？陈月撒娇。我在厨房里听着他们你侬我侬，忍不住的恶心。嫂子，我回过头，陈月穿着一身廉价连衣裙，脸上的妆都有些花了。我一时恍惚，我从未见过她这副模样。上一世我见到她时，她就是一副都市丽人的样子了。姚广强可舍不得给她买什么好衣服。据我所知，她又没什么收入，那么她从哪儿得的钱呢？嫂子，陈月见我没反应，试探的又叫了一声。我收拾好情绪，俨然一副贤妻的样子，叫我名字就好，不用见面，饭马上好了，再等等。没事，倩如姐真不好意思啊，广强哥偏要我搬进来，我劝不住，没给你们添麻烦吧。我看着陈月洋洋得意的表情，心中吐槽，真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是个什么货色呀？都是千年的狐狸，玩什么聊斋？那你搬走啊？我漫不经心地说道。啊！陈月的笑僵在脸上，愣了一下。我开玩笑的，我笑道。陈月暗骂一句，善善走了。到家后，婆婆就走了。饭桌上，他们其乐融融。我住哪儿啊？陈月问。当然是和我住一块儿了，还有咱的儿子，咱仨住一起。啊，这样不好吧？陈月挑衅地看我一眼，似乎还在因为刚刚厨房的事情生气。姚广强瞥我一眼，无所谓，我早就不想和那黄脸婆住在一起了。倩如姐，你不介意吗？陈月不从我这儿得到答案，显然不甘休。我咽下饭，说道：我介意什么呀？就怕你介意。那屋子全是按我喜好买的家具，我还没来得及搬走。你放心，吃完饭我就全搬走，你们再买新的。陈月看向我那屋的家具，还没开口，
姚广强率先答应了，赶紧搬走，放在那儿我就觉得膈应。随后他看向陈月，咱不用他的东西，不知道都是什么便宜货，我给你买新的。陈月拒绝，不用了，必须换，我还等着你给我生个女儿呢，这样就儿女双全了。留着他的东西会气，几年也没还一个，没用的东西。陈月这才不甘心地点头。笑话，卧室里的家具都是我精心挑选的，没有一个是低于5000的，他竟然说是便宜货。陈月是代购，一看就是个识货的，可惜了，他跟了个没见识的男人。陈月搬进来的第2天，我出差了，临走前，陈月装模作样的开口：“倩如姐，你早点回来哦，不然邻居们会以为这个家的女主人是我呢。”我没理会他的茶言茶语，只是嘱咐了几句。楼下住着的是个老奶奶，去年该做过手术，晚上10点之后不要太闹。楼下的老奶奶对我照顾有加，我平时都会格外注意，不怎么发出太大的声响。陈月低头逗着怀里的光宗，光宗却没什么反应，直直地看着天花板。我看着眼前的母子俩，说不出的奇怪。没等我开口，姚广强出来了：“你怎么还不走？”他瞥我一眼，目光就落在陈月怀里的儿子上。我识趣地离开了。出差前，我和邻居打了招呼，有什么事先给我发微信。这几日，我陆续收到了邻居的控诉：“小茹，你老公干什么呢？晚上叮了咣啷的，我妈心脏不好，这几天都没睡好。你跟你老公说说，消停消停。502的吗？楼道不是你们家的，门口的垃圾该扔就扔，楼道什么味儿你们闻不到。”面对控诉，我一一道歉，并转发给姚广强。直至今天，我收到了对门刘阿姨的消息：“小茹，你回来了。”我看着消息皱眉，回复道：“没有啊，怎么了？你老公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听错了。你要不晚上回来看看？”我冷笑一声：“他们俩是把邻居当聋子吗？”好，谢谢刘阿姨，我有空就回去。当天我对接好工作后，连夜赶回了家。到家已经是凌晨3点，主卧传来暧昧的声音，一声比一声高。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屋里。第2天，我被门外的嬉笑声吵醒。哟，这就是那黄脸婆呀！我被吵醒，还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。陈月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：“怎么不说话呀？”“哎呦，该不会是个哑巴吧？”“小月，你说说，怪不得姚广强不喜欢他呢。要我是姚广强，我肯定也喜欢你啊。”陈月坐在沙发上，细细品着咖啡，纵容的意思不言而喻。我把目光放到刚刚说话的人身上，我在网上刷到过他，是个网红，叫高璇，还算有名，只是他那个包好像是假的呢。高璇见我目光落在他的包上，更加得意：“土包子一个，没见过这么贵的包吧？来，你走近点，仔细看看，也给你开阔一下眼界。”高璇丝毫不掩饰对我的嫌弃，一旁的陈月却突然坐不住了，开口：“哎呀，别这么说，倩如姐就是平时太忙了，没空关注这些。”我面不改色，眼睛依旧盯着高璇的包，心中暗笑，真是蠢，被人耍了都不知道。陈月上前挡住我的目光：“倩如姐，你还不走吗？”陈月眼神中的警告太过明显，我装作看不懂：“不走啊，这不是我家吗？”说罢，我气定神闲地给自己泡了杯咖啡，坐在陈月对面，笑眯眯地看着她。不过那个包看起来还挺眼熟的，我好像在那儿见过呢。陈月面露不悦：“你看错了。”我一拍脑门，想起来了，我也有一个，你等着，我给你找找。陈月说道：“不用了。”然后就带着高璇进了主卧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陈月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广强哥，
你还记得高璇吗？就是那个陪我生产的朋友，他今天来家里看我了，是吗？怎么没留他吃饭？”陈月瞥我一眼，语气中带着委屈。他在家待着不舒服，说以后再也不来了。我就这么一个朋友了。姚广强心疼的低声哄着：“好好的，怎么就说不来就不来了？”陈月不肯说，眼神却有意无意地瞥向我。姚广强一下就明白了，朝我喊道：“你干什么了？你是不是趁我不在家欺负月月了？你要点脸！”我在一旁默不作声。姚广强骂累了，坐在椅子上命令我：“你明天搬出去住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”我笑道：“这是我家，我为什么要搬走？”姚广强还想再骂，门铃响了。小茹，你老公声音太大了，实在是太吵。对门刘阿姨推门而入。姚广强，我得好好说说你呀。刘阿姨脚步一顿，我上前挡着。刘阿姨，我说她，您先回去。刘阿姨侧过身子往里看，她刚想说话就被我打断。刘阿姨，我真的会劝她的，您快回去吧。刘阿姨的视角刚好能看见陈月，还有躺在床上的光宗。本来可以随便找个理由糊弄过去，我这么一搅和倒有种此地无银300两的感觉了。刘阿姨还想再说什么，被我直接拉到门外了。关上门，陈月不满，这么一点声音就嫌吵，什么邻居啊？姚广强也顺着骂了几句后，两人双双进了卧室。怎么天天吃这些？腻死了！做的什么呀？都是。姚广强扒拉着盘里的菜，不满地摔了筷子。我装作遗憾：“啊，我以为怀孕的人吃这些会对孩子好。”陈月手一抖，筷子落地，慌忙弯腰去捡。我赶紧站起身拦住她：“怀孕的人不能弯腰，我来吧。”陈月怒视着我。姚广强喜出望外，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：“真的吗？月月你怀孕了？”陈月很快就调整好了情绪，点头笑道：“本来想晚点再告诉你的。”姚广强激动地抱起他，又亲了亲一旁的儿子：“太好了，光宗你要当哥哥了，开不开心？”光宗坐在一旁玩着玩具，丝毫没有反应。我皱眉，按理说2岁半的孩子怎么也会说几句简单的音节了，可我还没听过光宗说些什么，平时也是一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样子。光宗最近有点蔫，是不是病了？我问。姚广强向来宝贝光宗，这么一听就要抱起孩子去医院。你凭什么说我儿子有病？我看你才有病呢！陈月二话不说就从姚广强手里抢走孩子。我儿子不需要去医院，别胡闹！姚广强在孩子的事情上说一不二，呵斥陈月。陈月不甘心，还想说几句，我打断：“还是去一趟吧，顺便你也能做个产检。”陈月狠狠盯着我，像是要把我剥皮吃掉般。我淡定地坐在沙发上，似笑非笑地盯着她。陈月的确怀孕了，不过不是姚广强的。上一世，我躺在床上，陈月鬼鬼祟祟地进了屋，拨通电话：“你不是说你做了错事吗？我怎么会怀孕？”屋子很静，我听到电话那头漫不经心的男声：“我哪知道，不就是怀孕吗？你找个机会去医院打掉不就行了？哪那么容易呀？我现在根本出不去，每天要照顾光宗，还要看着这个小贱人。”陈月目光落在我身上，随后笑道：“不用，我有办法了。”我至今都记得那日，陈月哭得喘不上气，断断续续地控告我让她摔了一跤。广强哥，我不知道自己怀孕了。他突然推我一下：“孩子怎么办？”我想要反驳，嗓子却哑得说不出话。姚广强恶狠狠地盯着我。那日之后，我便被迫开启了地狱般的生活，每日倒在毫无知觉的腿上的开水一壶接着一壶，日常的稀粥也变成了米汤，
耳边满是姚广强的咒骂，那些屈辱历历在目。昨天向来不干活的陈月提出下楼倒垃圾的时候，我就猜到她怀孕了。我悄悄跟着她下了楼，果不其然，翻到了2条杠的验孕棒。她想悄无声息地打掉孩子，我偏不让。上辈子的诬陷和屈辱，我一定要让他们统统还回来。我跟着他们一起去了医院。陈月执意要自己一个人带光宗去看病，让姚广强替他等产检结果。姚广强没多想，直接答应了。我借口上卫生间，悄悄跟在陈月身后。我装作玩手机的样子，靠在诊室门口，偷偷听诊室里的对话。医生，你说什么？我儿子是自闭症。面对陈月的崩溃，医生镇定自若，初步判断是这样的，我们还要进一步诊断。陈月不肯相信，庸医，这什么破医院？儿子，咱们走。医生拦住他们，继续温柔劝导家属，你先冷静一下，我们只是初步判断，后续。陈月大喊，不可能，我儿子很健康。见陈月要出来，我赶紧收起手机跑回去。光宗怎么样？姚广强坐在妇产科候诊区的椅子上，头也不抬地问道。医生说就是积食，没什么大问题。陈月抱着光宗闷闷回答，我没揭穿他，现在不痛不痒的揭穿，倒不如日后给他们来上致命一击过瘾。去过医院后，陈月整日奔波在外，许是为了给光宗找治疗方案。姚广强一心只想着孩子，只嘱咐了几句，你小心肚子里的孩子，我宝贝儿女儿可不能伤着。陈月一一应下，可最后还是出了事，和上一世一样，他在门口摔了一跤，孩子没了。姚广强气得第一次动手打了陈月。陈月捂着红肿的脸，不知所措，半晌磕磕巴巴地解释，不是，是地太滑了，我没站稳。地滑？我早就说过让你老实在家待着，你非要出去浪，外面是有你包养的小白脸吗？姚广强越骂越气，又要动手。陈月一下子站起来，抱住姚广强，哭喊抱怨，我都告诉倩如姐不要把地拖得太湿了，谁知道倩如姐直接往门口泼了一盆水。姚广强看向我，我走近，陈月唯唯诺诺地往姚广强身后躲，眼神却藏着幸灾乐祸。我笑了，在姚广强的巴掌落下前，翻出手机里的录像。录像中是陈月自己在门口泼了水，一遍又一遍地摔倒，直至出血。陈月一把上前夺过我的手机，摔在地上。我没有，这视频是假的，广强哥，你相信我。姚广强眼神在我和陈月间扫来扫去，最后落在我身上，只一眼，我便明白了。即使证据摆在他面前，他还是不信我。我冷笑，看着眼前的狗男女，半晌，我才说道：“你手机也能查监控，自己看吧，信不信由你。”随后，我进了屋。我不知道陈月是怎么和姚广强解释的。第二天，两个人便又如胶似漆地腻在一起。两人出去遛弯回来后，脸色不太好看。我心下了然，多半是昨天吵架被人听见了。我倒是不意外，毕竟我可是特意门窗打开了，就怕别人听不到。广强哥，怎么办啊？他们都说我是小三，是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。姚广强正因为外面的流言蜚语烦着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不知道。”我见状主动提议：“我去解释吧，他们会信的。”姚广强想了一会儿，赶紧去，别让他们乱嚼舌根。我点头出了门，楼道口阴凉处，刘阿姨正声情并茂讲述昨天听到的事。我若无其事地走过去，刘阿姨见状拉过我：“小茹，你跟阿姨说，你老公是不是出轨了？你别怕，如实说，阿姨给你想办法。”
我挤出2滴眼泪，哭哭啼啼开口：“我老公不让我说，我给你做主，我们这么多人呢，还能让你被欺负了？”刘阿姨身后的邻居们纷纷搭腔：“就是，肯定不让你受欺负。”我把这几日发生的事情如实说了。刘阿姨气得直接要上门替我讨个说法，我拦下了：“阿姨，别，他要是动手怎么办？”刘阿姨迟疑道：“那报警？不用。阿姨，您能不能跟其他人说说，别再当着我老公面嚼舌根了，只要不被他听到就行。”刘阿姨点头：“好，不过你还要和他过日子，你得趁早把婚离了。你条件这么好，干嘛非要吊死在一棵树上？”我泪眼汪汪，有些感动。我会的，会离婚的。我看着空了一半的衣柜，笑了，随后装作慌张的样子，出门喊道：“家里是遭贼了吗？我的包都不见了！”姚广强正斗着光宗，不耐烦嚷道：“喊什么喊？就几个破包，那些包加起来也得有好几万呢。要真丢了，我得报警。”姚广强嫌我大惊小怪，抱着光宗进了卧室。陈月看着我：“至于吗？几个包而已，就要报警？”我冷笑：“当然，私自变卖他人财产，涉嫌盗窃罪，要坐牢的。”陈月眼神飘忽不定，我继续恐吓道：“隔壁楼邻居家的保姆就因为这个进去了，又赔钱又坐牢的，可受罪了。”陈月腿软，险些没站稳，随后他反应过来，恢复如常：“是吗？他挺惨的。”警察很快就来了，一番询问过后，警察问道：“具体损失了多少？”我仔细思考，脑海里得出一个数字：10几万吧。10几万？女警察轻轻蹙眉：“这几个包可都不便宜，你有没有小票之类的？好好算一算，涉案金额还是准确一点好。”我刚要开口解释，门铃响了。高璇怒气冲冲地进来：“陈月，你想害死我是不是？卖我假货，你想死是不是？”我和女警察对视一眼，随后缓缓开口：“我的包都是假货，所以不贵。”高璇进来，看到陈月就要动手，被警察拦下：“陈月，你卖假货标正品的价格，你穷疯了？我他妈瞎了眼，认你做朋友。现在全网都知道我送给粉丝一个假包，经纪公司要和我解约，这么多损失你赔得起吗？你个杀千刀的，怀了外面男人的野种，不敢告诉自己老公，还要嫁祸别人，害了你孩子，不要脸！”高璇不屑一笑：“哦，不是你老公，是别人老公，当小三抢了别人老公还不知足，还要和其他人乱搞。真是丧尽天良！”原来前几日高璇粉丝破1000万，他为此特意设置了抽奖环节，奖品就是他从陈月手里买的包。粉丝收到货后去专柜做鉴定，被告知包是假的，一气之下，粉丝发了800字小作文，控告自己为高璇付出那么多，却只得到一个假包。追星人共感能力十分强，一下就想到自己的经历，纷纷转发，事情一下子就上了热搜。高璇虽然是网红，但也有自己的经纪公司，公司看到高璇大批量掉粉，便提出解约。高璇气不过，于是跑来跟陈月要个说法。陈月刚想要说话，姚广强出来了：“你刚刚说什么？”高璇鄙夷地看了一眼姚广强：“你还不知道吧？他肚子里的那个不是你的孩子，是他和别人乱搞不小心怀上的。他是不是说自己怕你老婆介意让你难堪，才狠心让自己摔了流产？都是扯淡！他就是怕你发现那不是你的孩子。”陈月大喊大叫：“你给我闭嘴！”姚广强不可置信，指着陈月说不出话，场面逐渐失控。警察要把陈月带走。“请等一下。”我说，“我看像挂在墙上的全家福，
照片中，姚广强右手抱着光宗，左手牵着陈月。我冷笑一声，摘下摔碎，扔进了垃圾桶里。垃圾就应该待在垃圾桶里。楼下，陈月还在垂死挣扎。你有证据吗？我是给高璇假货了，谁能证明那就是你的包？你抓不了我的。我看向警察，警察同志，刚刚我忘了说，我的包上都有一个很小的墨点。我这个人有个特殊癖好，什么东西都喜欢买双份，所以每款包都是一个正品，一个假货。为了区分，我特意在包的内衬上点了一个墨点。陈月一下失了力气，瘫坐在地。他意识到自己被我耍了。李倩如，你不得好死，活该你生不出孩子。你这么狠的心肠，怎么配有自己的孩子？直到上了警车，陈月才安静下来。回到家后，姚广强呆坐在沙发上，见我回来，他指着我破口大骂：几个包而已，你至于闹得人尽皆知吗？你不嫌丢脸，我还怕丢脸呢。我淡定自若，这就丢脸了。你婚内出轨，搞出孩子就不丢脸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拿出提前拟好的离婚协议，摔在他脸上，不等他反应，率先出了门。刚出楼道，我就被赶上来的姚广强一把推倒在地。我摔得有些猛，眼冒金星，没回过神来。姚广强似乎不解气，又对我拳打脚踢。你个臭婆娘，还敢离婚？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。远处的邻居们看到，赶紧跑过来，把姚广强拉开。你个大男人打女人，要不要脸？自己做了龌龊事，还不让人提离婚了？邻居们你一言我一语。姚广强还想再说话，刘阿姨带着刚刚的警察来了。警察同志，就是他，家暴，抓他，赶紧抓走吧。警察同志看我一眼，见我鼻青眼肿，问：去趟医院吧，做个伤情鉴定。我点头。去医院的路上，我对刘阿姨小声道谢。刘阿姨不解，何必呢？非要让自己挨顿打？我没说话，看着窗外的景色笑了。陈月被抓走的时候，我给刘阿姨发了消息，让她看见我下楼就报警。我了解姚广强，他不会轻易让我离婚的，他一定会追上来，恼羞成怒地打我。看着前面的警车，我心想，姚广强和陈月做一对牢房情侣也不错。我的伤看起来吓人，但不严重。姚广强当天就被放出来了。在律师和警察的帮助下，姚广强签了离婚协议，并同意净身出户。搬家那天，姚广强放下狠话：离了我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还有儿子，你有什么？我一拍脑门，怎么把这事儿忘了？我给高璇发了一段音频，告诉他可以用来卖惨。没过多久，这段音频就被高璇曝光了。他配文：对不起，我只是想帮帮我可怜的朋友，他的儿子有自闭症，我没想到他会卖给我假包。我对不起收到礼物的粉丝。网上的舆论一下颠倒，凭借着一段音频，神通广大的网友扒出了陈月和姚广强。姚广强得知光宗是自闭症后，频频崩溃，怎么也不敢相信。听说他为了治好光宗，已经倾家荡产了。当然，这和我没什么关系。知道消息的时候，我正如小时候一样依偎在父母怀里，无论何时，父母永远是我的避风港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